不忍了，这一次台湾真的受不了了，因为南韩居然在官方文件上把我们称作中国台湾，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台湾外交部也火力全开的反击。既然你不尊重我们，那我们就先不客气，直接在我们自己的证件上把韩国改叫南韩，而且还放话，如果3月底之前南韩不改正，他们还有更大的招数等着祭出。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一向低调温和的台湾外交部都不忍了呢？今天就让我们把这场国际名称之争的来龙去脉、内幕影响深入来聊聊。事情的起因要从一张小小的电子入境卡说起。南韩政府近来实施了电子入境卡，也称线上入境登录表。外国旅客入境南韩前可以在网上填写相关资料，不用再手写纸本入境单，方便是挺方便。但台湾旅客很快发现一件超级刺眼又刺心的事，在填写这张电子入境卡时，国籍栏位根本找不到台湾或中华民国字样，取而代之的选项居然是China，中文显示为中国台湾。这代表什么？等于是直接把台湾归属在中国之下，好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附属注明才存在似的。这让许多台湾人相当不是滋味，心想我出国旅行，凭什么国籍要被标注成中国底下的一个地区？对台湾而言，这种称呼方式简直是在矮化国格。我们一般参加国际场合，已经常常被迫用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这个妥协名称，虽然也无奈，但至少还保留了台湾2字。然而南韩电子入境卡上的中国台湾比中华台北更让人气愤，因为直接出现了中国2字在前头，仿佛赤裸裸告诉全世界，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2026年的台湾民众来说，这种说法绝对无法接受。毕竟台湾早就是一个事实上独立运作的地方，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民主和生活方式。我们乐意和中国做生意、交朋友，但可不想被贴上中国属地的标签。那南韩为什么要这样标示呢？原因离不开一中原则这个外交魔咒。南韩在199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就承诺遵守所谓一个中国原则，不会承认台湾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现实外交下的选择。当年南韩为了和中国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不惜和台湾断绝官方往来。自此之后，台韩之间只剩民间交流和非官方合作。台湾在南韩官方眼中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至少在表面立场上要这么装着。但过去这种立场大多停留在文件宣示，双方默契是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往来，彼此尽量不要碰触敏感红线。未料南韩这回在电子系统上玩真的，把台湾硬塞进中国栏里，等于公开践踏台湾的尊严。想象一下，一位台湾旅客开心地计划赴韩赏樱看演唱会，结果在填网上入境单时，国籍只能选中国台湾，那心情有多别扭。这件事其实已经引起不少台湾网友和旅客抱怨多时，他们截图投诉，有人在社群上分享自己的无奈，真是气死，怎么我们去韩国玩还要被迫自称中国台湾？还有人担心万一入境资料写了 China， 是不是默认了什么不该默认的东西？总之民间的不满情绪逐渐升高。台湾外交部当然也注意到了，据说早在2025年底就陆续有民众向外交部和驻韩代表处反映这个问题。外交部起初选择了低调处理，数度向韩方提出严正关切和交涉，希望南韩方面能尽快把错误标示更正过来。毕竟南韩和台湾民间关系一向不错，年贸易额数百亿美元，文化交流频繁。台湾这几年超夯的韩剧 K-pop 浪潮也是对南韩充满好感的体现。台湾政府心想，朋友有意，私下提醒一下，南韩卖中国一个面子可以，但也该体谅一下台湾人民的感受，不要太过分，可以改用中性的称呼嘛，比方直接写 TA1， 或者至少不要冒出 China 字样。要知道很多西方国家在官方表格上其实就大方直接写 Taiwan 啊，也没见哪个国家就因此遭中共天打雷劈。然而遗憾的是，南韩方面对台湾的多次交涉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电子入境卡的系统依旧我行我素， China Taiwan 的选项从未拿掉或修改。韩国政府对此也未做正面回应，要么装死拖延，要么就是考量种种各方因素迟迟不决。从南韩的角度猜想，他们可能觉得
第一，这系统是照国际惯例或某种标准名册设计的，可能拿国际民航或 WHO 的名单，里头台湾就是归在 China 底下，不是故意针对台湾。第二，万一现在改成直接写台湾，肯定会触怒北京，北京那边可是不好惹，动辄影响韩国经济贸易。前车之鉴向韩国部署萨德飞弹系统后遭中国抵制，韩方记忆犹新。第三，他们或许心存侥幸，认为台湾基于台韩情谊应该可以理解配合，不至于为这称谓撕破脸。总之，韩方迟迟没有动作，对台湾这边来说，该讲的好话都讲了，该给的台阶也给了，对方却毫无回应，这下真的挂不住面子。时间拖到2026年3月，眼看南韩官方没有任何修正意愿，台湾各界的火气也越积越高，连我们的总统都出面表示希望韩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让双方能携手合作。然而外交场合的温言软语并没有换来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府决定不能再忍，必须采取行动来表达抗议和维护尊严。于是一场名称大反击登场了。3月18日，台湾外交部正式对外宣布了第一波反制措施。外交部表示，基于对等原则，台湾已经在自家发给外国人的证件中率先改名，自3月1日起，所有在台湾核发的外侨居留证给在台长期居留的外籍人士的证件上原本填列持证人国籍，如果是韩国，现在一律改称为南韩。简单说，以后一位韩国籍的人士拿到我们的居留证，国籍那栏将显示南韩，而不是过去沿用的韩国。这听起来只是换2个字，却是台湾外交单位多年来少见的强硬举措，等同公开对南韩说，你矮化我，我也降级你。为何挑南韩这个称呼？其实在中文语境里，南韩就是南韩，北韩就是北韩，很直观地指出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一般台湾民众平时说到韩国，有时也会说南韩，比如体育新闻常说南韩队迎战北韩队。不过这种称呼出现在官方证件上可是破天荒第一次。过去我们官方文件里直接标示对方国名，通常尊重他国习惯，比如韩国就写韩国或者正式名称大韩民国。如今忽然改成南韩，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仿佛暗示这国家还有个对等的北韩存在，而且你不过是南边那一半。对韩国人来说，这称呼颇有些刺耳的，因为从他们自己角度，他们叫自己的国家韩国 Hanguk 或大韩民国，而南韩更多是外国人，尤其以前的台湾以及现在的日本民间或北韩方面的用语。特别是北韩政权经常称南方政府为南朝鲜，在中文里也可译作南韩。所以当台湾政府说以后叫你们南韩时，多少带有把你们和北韩并列看待的味道，等于在外交上降了韩国一级。外交部这波操作大致分2步，第一步，也就是已经实施的修改我们自己文件对韩国的称谓，先从外侨居留证开刀。第二步，就是给韩方下一个最后通牒，要求韩国方面在3月31日之前要给台湾一个正面回应，也就是希望韩国明确承诺更改电子入境卡对台湾的标示。如果届时韩国还是装聋作哑没回应，或者干脆拒绝更改，那很抱歉，台湾将祭出相应的对等反制作为。外交部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其实很明白，我们会在台湾的电子入国登录表，台湾这边提供给外籍旅客入境填写的类似入境卡的东西里，对韩国的标示采取同样手段，也把你们降级处理。换句话说，也许未来南韩旅客在填台湾的网上入境表时，国籍内栏可能就不会写韩国了，会不会出现一个南韩、韩国，或者直接就写南韩呢？总之，月底不改，还有大招伺候。外交部透过媒体强硬放话，等于给韩国压力。别以为台湾不敢报复，我们已经做了第一步，后面还有牌等着打。这则消息一出，立刻在台湾社会和网络上引发热议，许多人拍手叫好，认为台湾政府总算硬起来了。毕竟长期以来，台湾在国际场合受委屈时，多半只能隐忍退让。例如出席一些会议，被迫在名牌上写奇怪名称，被当成中国的一省标示在名单里，我们往往只能抗议几句了事，很少见到具体反制行动。所以这次外交部主动出招，等于帮国人出一口气。有民众表示，早就该这样，别人不尊重我们，
我们也没必要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有人说支持外交部硬起来，台湾不是随便让你叫东叫西的。然而叫好声之中也夹杂着不少质疑和吐槽。一些网友和舆论名人觉得外交部改称南韩这招杀伤力几乎为零，更像自嗨式反击。他们的理由也不无道理。首先，南韩这称呼韩国人本来就听得懂，也习以为常，甚至很多国家语言中本来就是类似于南韩的意思。英文 South Korea 就是南韩，韩国人自己区分南北韩也经常用 South North 这概念。对内他们虽然不爱强调南字，但听到也不至于抓狂。更何况台湾民间本来就常叫南韩，突然改这词，韩国老百姓恐怕根本不觉得痛不痒。有人直言，改叫南韩就能让韩国难过吗？最多让他们皱皱眉吧。更让人吐槽的是，改名成本全部是台湾自己在承担。我们把系统证件上的韩国改成南韩，势必要修改政府各部门的数位系统和文书格式，重新印制一批文件或证件样本，还得通知各相关单位统一用语，这些都是钱啊，而且工程不小。有人讽刺说，韩国实质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反而我们自己要花不少钱改系统、印文件、发公文，这是在惩罚谁呢？这番话其实点出一个现实，台湾这招有点像气到拿石头砸自己脚，对方未必痛，我们自己先破皮。当然，出这口鸟气对很多台湾人心理上是值得的，但理性算起来确实有成本。知名的网络意见领袖 Cheap 就发文酸道，哈哈，改成南韩他们会怎样吗？现在很多人也叫他们南韩啊，对韩国的实质打击约等于零，反而我们要花钱去修改系统、印新文件。他甚至调侃，如果真要改，可以改更辣的称呼，比如直接叫高丽或者南朝鲜。要知道，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王朝的名称，但现在用有点指北韩的意味，而南朝鲜更不用说了，那是北韩政权对南韩的称呼，蕴含着你只是朝鲜半岛南边那块的贬义。如果台湾真叫韩国，南朝鲜绝对会让首尔跳脚，因为等于是站在平壤那边去认定南韩了。Cheap 半开玩笑地说，这些才是让韩国气到发抖的称呼。另外，他还说，可以拿韩国和日本争议的那些痛处来刺激南韩，比如在地理名称上，我们一般称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为日本海域，韩国则坚持叫东海。还有南韩和日本争夺主权的小岛，日本叫主岛，韩国叫独岛。如果台湾外交场合故意采用日本的叫法，在韩国人眼里那可是不能忍的细节。当然，这些建议他自己也知道，只是发泄，不太可能真正成为政府政策，毕竟这等于台湾主动卷入日韩之争，徒增外交麻烦。但他的吐槽重点是，光叫南韩其实不痛不痒，甚至叫南韩都算客气了。有些网民附和说，这不是改给韩国人看的啦，根本是改给自己国内爽的。现在韩国人终于见识到我们这执政党能蠢到什么程度，讽刺意味满满，甚至连在野党有些政治人物也看不下去，批评政府，史上最会改名的政府，从地名改到机关名，现在连别的国名也改，认为这做法幼稚又无用。总之，台湾内部对这招评价两极，有人觉得扬眉吐气，有人觉得无聊闹剧。那南韩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呢？首先，南韩官方在台湾宣布改称南韩的当天，并没有特别公开大动作回呛或抗议，只是透过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他们一贯的立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媒体表示，韩国政府一贯坚持增进韩台间非官方实质合作的基本立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官腔？没错，他等于重复了以前说过的，我们会继续和台湾搞好非官方往来，大家经济文化可以多多交流，但就是不提要不要改电子卡标示这档事。记者追问国籍烈士问题怎么办，韩国发言人又说，相关问题会在上述基本立场下处理，还提到会综合考虑各方面与相关单位协商。简而言之，韩国政府目前既没有答应改，也没有明着拒绝，就是打太极拖字诀，看看形势再说。很明显，他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边是中国，一边是台湾，得罪谁都不好。但此刻中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显然更大，所以韩国短期内不太可能爽快答应台湾改名要求，最多是找到一个模糊处理的方式，比如偷偷改一下系统界面显示，
或在备注里调整措辞等，但要完全改成台湾恐怕很难。南韩舆论和民众方面对台湾这波反制倒是表现得相对冷淡，甚至有点不以为意。台湾媒体转述韩联社等消息指出，在韩国的新闻底下，许多韩国网友留言大意是 South Korea 本来就是南韩啊，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我们本来就是 South Korea， 和北韩区分开来不是更清楚吗？还有人说，以前台湾不也常常叫我们南韩吗？看来韩国一般民众对中文语境里的南韩并不陌生，甚至觉得被叫南韩没什么不好，至少强调了和北韩不同。也有韩国人认为台湾此举更多是象征意义，并不能对韩国造成实质影响。可以想见，韩国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经济、明星八卦等，对台湾和他们政府的这场名字之争，可能仅限于一些国际新闻爱好者在关注，讨论热度远低于台湾这边。这点从韩网的反应就能看出，大家没有被南韩两字刺激到。不过，这是韩国民间观感，韩国政府高层是否真的不在乎，倒未必。据日本媒体的分析，其实韩国官方对被称为南韩还是颇为敏感的，因为这称呼隐含着朝鲜半岛主权未完成国家分裂的意涵，使韩国听起来不像正常完整国家。从历史上看，韩国和北韩都宣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合法性，虽然现实上分治，但双方都不承认对方为独立国家，至少以前是如此。现在南韩民众多数也认知北韩独立存在，但在国家定位上仍有模糊地带。在正式外交场合，日本等国通常避免使用南韩这类字眼，而用韩国官方国名大韩民国或简称韩国，就是因为日方明白韩国对这点很介意，怕一个称呼不慎引发抗议。日本媒体形容台湾这次直接改称南韩，算是相当精准地打到韩国的痛点。招数虽不猛烈，但挑对了韩国敏感神经，也难怪韩国政府态度一下谨慎起来。他们私下肯定很在意，却又不能跟台湾翻脸，毕竟台湾这做法表面上对等又合理，人家叫你中国台湾，你叫人家南韩，听起来挺公平。韩国要抗议什么呢？抗议台湾叫我南韩，可你自己把人家叫中国台湾在先啊，所以韩国现在只能小心观望，设法寻求台湾这边消气，又不破坏对中承诺的平衡点。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当局也立即对这场争端表态站队了。毫不意外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回答韩国媒体提问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并且表示相信韩方将继续坚持以明确的一中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在提醒韩国，我们可是有建交公报写着一中原则的，你韩国可别乱来，这次一定要处理好，别给台湾有机可乘。中国等于公然给韩国压力撑腰，希望韩国别在台湾称谓上松动。对北京而言，韩国如果让步改成台湾，恐怕会被他们解读为对台独的纵容，所以中国方面肯定紧盯。甚至国台办发言人也跳出来说，认为韩国把台湾列中国底下没有问题，完全支持韩国的做法。这下南韩更骑虎难下了，一边台湾剑拔弩张要求改正，一边中国虎视眈眈不允退让，韩国政府恐怕是进退维谷，两面不是人。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外交部的最后通牒期限是3月31日，也就是月中前。如果在期限内，南韩方面对台湾提出的诉求还是没有正面回应，也就是既不回复也不修改，那台湾会真的亮出后续大招。根据外交部说法，届时将在台湾入境相关表格对韩国的标示采取相应措施。可以合理推测，我们极可能把台湾自己的电子入国登录表供外国旅客事先上网登记入境资讯的系统中，关于韩国的选项也做修改。也许未来南韩旅客在填台湾的入境申请时，国籍选单里看到的不是韩国，而是南韩，甚至不排除为了对等讽刺，我们也来个南韩、韩国的双重标示，让韩国人也体验一下被括号注解的感受。当然，台湾不太可能更激进地标示什么南朝鲜，毕竟我们和北韩没外交关系，突然用北韩的称呼等同自我矛盾，而且国际上也说不太过去，所以最大可能还是沿用南韩这个词，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止外侨居留证，
今后台湾官方针对韩国的一切场合文件都可能统一称之为南韩，这等于在各种平台持续降级韩国的名分，向全球释放一个讯号，台湾对韩国不尊重台湾主权的举动非常不满，采取了对等的名称抗议。不过话说回来，台湾能做的大概也仅限于此，再往上升级就可能伤及彼此的实质交流，恐怕不是双方乐见。比如有人担心台湾会不会报复地取消韩国旅客免签待遇，或对韩国商品设障碍等等，这些都属于经贸惩罚的范畴，目前看来相当不可能。毕竟韩国和台湾经济联系紧密，民间交流热络，真的动刀动枪搞制裁，双方都会受损。台湾多半也不愿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这次强硬反击主要还是为了尊严和舆论交代，而不是真的要跟韩国翻脸决裂。所以更激烈的手段，例如限制南韩产品进口、缩减航班等等，应该不在考量内。台湾政府的用意无非是表达严正立场，让韩国知道我们不是好捏的软柿子，同时也安抚国内民意。于是挑了一个相对象征性、低成本、政治成本的方法，以牙还牙改名，既显示强硬，又不至于引发实质冲突。那台湾这步棋能否真的奏效呢？乐观的想，韩国方面也许会在中台压力间寻找一个折中方案，避免局势恶化。一种可能是技术性调整电子卡系统，比如干脆拿掉所有国家地区前面的国家名称，只显示地理名。例如把 Canada 改成 Taiwan， 但同时其他也改，比如 United States、GUAM 改成 GUAM 之类，借由系统全面改版来解决台湾这一项。或者他们也可能保留 China、Taiwan 不变，但私下请台湾旅客通关时可以改用人工或纸卡处理，减少对台湾人的冒犯。当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核心问题还在于定位。要真正让台湾满意，就只有干脆把我们当成一个独立选项列出来，这对韩国政府来说近乎不可能，除非愿意承受中国的怒火。而让中国满意的办法很简单，韩国什么都不用改，甚至更强硬回绝台湾的要求。然而韩国若那样做，又等于彻底寒了台湾这边人民的心，对韩国形象和台韩关系都有负面影响。韩国政府必须精算利弊，得罪中国可能有经济和外交风险，得罪台湾则有民意和道义的代价，以及可能在区域合作上失去一个善意伙伴。我们来脑补一下南韩政府内部此刻可能的纠结画面。总统室和外交部官员开会，一方面中国大使可能已经暗示一中原则不容妥协，另一方面韩国民众其实很多对台湾抱有好感，也有韩国国会议员友台小组之类在活动，他们或许会建议政府不要因小失大，在可以周旋的细节上体谅台湾。更何况台湾近期在国际上影响力有提升趋势，美国、日本都在拉拢台湾，韩国若太不顾及台湾感受，万一将来台海有事需要合作就尴尬了。再者，韩国作为民主国家，理论上也支持尊重民意、尊重名称、权利这些普世价值，只是对台湾问题很敏感小心，所以韩国政府可能会想出一套模糊解法。例如，他们或许会在3月底之前透过外交管道私下回复台湾，提出一个方案，可能暂时恢复纸本入境卡供台湾旅客使用，这样台湾人至少不用选那个刺眼的中国台湾选项，同时承诺研究系统改进。但请台湾方面体谅韩国的困难，稍安勿躁。台湾外交部如果收到这种讯息，会不会接受呢？说不定会考虑，毕竟台湾也不想把韩国逼到墙角，适当台阶下大家都好。台湾要的其实是一个尊重和台阶，而韩国如果给出一点善意，台湾也许就见好就收。到时外交部可以对国人交代说，你看，韩国已经正面回应，我们持续协商中，所以我们暂不启动后续反制，这样至少避免撕破脸。当然，这只是较为理想的发展 scenario。如果韩国到最后关头还是毫无动作，那台湾也势必要信守承诺，把该出的招全出了。除了改我们自家的系统标示，日后政府官员在公开谈话中可能也都统一称南韩政府、南韩总统等等，让南韩变成官方语汇。长期下来，这或许对韩国是个不小的烦恼。想象一下，未来某次国际研讨会上，台湾代表发言一直南韩如何南韩如何，韩国代表心里能痛快吗？这种语言上的角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微妙地影响着双方互动的氛围。
韩国若在意，迟早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根源问题。无论结果如何，这场风波其实反映出一个更大的现实问题：台湾在国际间的身份认同困境。像这次，不过是一张入境卡的称谓，就牵动三方角力。台湾想要的是被平等对待，最起码不能被当作别人的一部分随便注解。韩国夹在中美阵营和自身利益考量中，对台湾想尊重又不敢明说，中国则紧盯不放，生怕台湾被当正常国家了的任何苗头。这种情况何其尴尬，又何其无奈。台湾是一个2300万人、成熟民主、经济发达的社会，但在国际官方文件上却常常没有自己的名字。有时我们被迫用莫名其妙的称号参加活动，有时干脆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多年来，台湾人饱尝这种委屈，从奥运不能挂国旗，到护照明明封面有国名，但很多国家入境卡却不承认，只能划选一个模棱两可的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内心的愤慨累积已久，但过去我们能怎样呢？大环境如此，台湾以小博大，只能忍气吞声，自我调侃。然而时代在改变，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要求政府更积极捍卫尊严的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看到，外交部这次选择不再隐忍，而是出击反制，正是顺应民意的一种展现。这也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 Taiwan is Taiwan， 台湾就是台湾，不属于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会为自己的名字和地位据理力争，哪怕手段有限，也要表达立场。从另一角度看，这次台湾对南韩改名反击事件，也提醒了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台湾问题并非永远是最软的柿子。过去许多国家可能觉得，反正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地位，在称呼上偏向中国，稍微委屈一下台湾，台湾方面多半只能抱怨几句，不会有太大后果。但现在台湾开始采取更强硬的对等措施，或许会让各国重新评估在敏感问题上如何平衡。至少像这种公然矮化台湾的做法，以后再出现，台湾很可能不会再默默吞下，而是有样学样的以牙还牙。虽然台湾的牙可能比较小颗，但态度强硬起来也是会咬人的。最后，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台湾和南韩其实都不希望因为这种小事伤了彼此情谊。南韩不管官方怎么说，在民间对台湾的好感度其实不低，许多韩国朋友也很喜欢台湾美食和文化。相对地，台湾年轻世代迷韩剧，追星族一大堆，韩国偶像来台开演唱会也是场场爆满。两国人民可以说互有好感和仰慕，只是遗憾碰上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让我们不能像正常朋友那样光明正大交往，还要被不必要的称谓问题搞得心生嫌隙。希望这场风波最终能圆满落幕，南韩找到方式调整改口，给台湾一个尊重，台湾也适时收手，继续和南韩维持友好合作。这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亚洲民主阵营团结该有的格局。毕竟真正希望我们不和，从中得利的，恐怕只有那位笑看我们争执的第三者啊。台湾就是台湾，韩国就是韩国，彼此尊重才能双赢。我们静待月底大限，看这场你称呼我什么，我回敬你什么的外交角力，最终会如何收场。相信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经过这次事件，台湾人在乎自己名字和主权尊严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传达出去了。国际舞台上，任何企图抹灭我们存在的举动，都别怪我们奉陪到底。用幽默的方式来说，就像外交部这次的警告，先改叫你南韩，如果还不改，那我们还有更多招式奉上。台湾不再隐忍，世界也将看到我们的坚持，